害我说老板，我们拍了几集渣女的主题而已就被骂了怎么办？就是说魏老板身为女生却没有站在女生这边，怎么在帮男生呢？可是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拍了10几集有关渣男的影片，我们已经骂男生骂了10几集，2年所以好像要男女平衡一下下吧哈。然后毕竟会骗财骗色骗感情的骗子不会只有男生，也会有女生啊，所以我们其实是探讨男女，也就是人类的各种问题，不是真的只有站在男生或女生的哪一边哦。那这集我们就渣男渣女一起讲吧，都是真实的案例，大家一起留意哦。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好，以下4个案例其实都很日常，都是粉丝提供我们的真实案件。第一个是说骗说手机坏掉，叫男友要买一台新手机给他。这是一个男粉丝提供，他说女友跟他说手机坏了，可是一时没有钱买新的，所以暂时可能没办法跟他联络。然后他就想说，对啦，因为手机坏掉，然后也没有办法马上重办一支的话，联系上很不方便，所以他就赶紧自己先出钱买了一支新的空机给女友。后来发现他把手机上网拍卖掉换钱，他说他整个超心寒的，这可以想象吗？还是他后来旧手机修好了？但是他可以说啊，他是让他自己发现对，我觉得是这个感受很不好。也许你是弄丢，然后又找到了，或者是坏掉但又修好了，然后你觉得新手机可以换钱，那钱还我啊，钱好像应该还男友，或者是应该是跟男友说，谢谢你买新手机给我，可是我现在用不到了，那他有没有想要怎么处理？对啊，搞不好男友会直接就说送他了。对，这样好像就没事了，对不对？对啊，好像可以商量一下要怎么处理。说如果现在卖掉会不会还蛮有价值，再把钱换回来这样子，因为我旧手机用好了，还是说我卖掉旧手机是用新手机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好像要商量一下，因为毕竟是他买的，而且我也觉得这很容易被抓到。因为你跟他出去的时候，你用的是旧手机，他不是就马上看到了？这没有办法瞒啊！他已经看到你14换15，你现在出来跟我约会，你又拿14，什么意思？对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要骗，好像太容易被抓到了，还是他一时缺钱，用这个方法骗点小钱，好像也不合理。对啊，你直接跟他讲，他可能还会直接借你钱，借我3万块。那个女的她其实不想跟那个男的联络了，骗他说手机坏了，然后殊不知你竟然买新手机给我，他其实本来只是想要失联而已。失联了，我想跟你保持。我是想跟你失联，殊不知你还自己买一只手机给我。那直接说就好啦，直接说啦。会有人情绪化，会有恐怖情人，想偷偷分手的意思。被发现比较好吗？卖掉是想激怒你跟我分手，也是一个方法。哎呦，破解他的动机哦。我那时候也是想不透，说他干嘛这样对你。如果是想分手，好像是合理哦。对啊，所以如果是你们这样会分手吗？会啊，会被你抓到了。确定是你送给他的那一只，他拿去卖掉，就一定会跟他分手。我会先问他，你会先问他说，这个你到底是怎样？问清楚啊，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可能他真的可能是苦衷吧，有什么苦衷？欠钱，我逼不得已。欠钱可以直接讲啊，可能也不要对，不好意思说。我想说，不要让你知道，怕你担心，怕我不 man。有苦衷不能说，然后所以只好把手机拿去换钱。哎呦，2个人都犹豫了。可是好像有欺骗这个行为，就是不好，对，就是有欺骗，因为你就是有欺骗，没有管你什么原因，你就是欺骗。对，好 ，OK， 好，这一局结束。第二，家人生病缺手术费，这个大家是不是都会觉得是诈骗啊？可是这个女粉丝是说他们是已经交往好几年了，然后感情还不错。男友的爸爸是真的有去开刀治疗住院，没有骗他。然后男友是跟他说他的钱现在都卡在投资，然后一时拿不出来。那爸爸的保险又刚好没有给付，突然面对一个经济的压力，看他很烦恼、很忧愁样子，自己也于心不忍，就是先借他10几万，然后他后来都没有还。Oh my god！ 就这样子1年多。那他中间问他的时候，男友都说等股票有赚钱就还你，感觉好像等不到对啊，他到底买哪一支啊？买哪一支没有涨要讲啊？你都只听到他讲股票哪一支啊？对啊。然后他们也没写借据，所以女粉丝就很担心说，他是不是没有要还我的意思啊？因为她感觉男友好像很轻松，可是她心里面就一直很纠结，说有一笔10几万，说小也不小的一个数目，对，所以她跟他约会的时候，相处的时候，其实产生了一个心结在，怎么办？如果是你们，你会一直跟他要吗？我会一直跟他要，你就一直跟他要，他就说我就股票现在套牢，你叫我现在赔钱卖出去还你，我就会把他最近买了什么东西挖出来，问他你哪里来的钱，那也只是吵而已，他还是没钱还你啊。我现在就一片绿，自己看，开给你看。我会一直讲，然后让他知道我还要这一笔钱。你会让他知道说，我就是紧紧的在追这笔钱，你就是要还我，让他知道你很在意就对了。我一开始就不会想借他，你一开始就会老娘就是不借。而且我刚刚想到一个，有没有可能其实他是爸爸真的开刀，可是他借由这个借口，然后跟他拿钱去买股票啊？手术费6万，跟你拿了16。对啊，就当借口。所以最好没事就是不借就对了。对啊，一开始就不要有这个烦恼。拿不回来吗？那他求你，没钱，你没钱，那他知道你有钱，卡死了，我也卡死了，你也卡死了，你也投资股票，你也套牢了，你套牢我也套牢啊，对不对？又不是只有你会套牢。好，其实不止这个粉丝哦，有很多粉丝都有这个困扰，就是想分手了，但是对方还欠自己钱，于是不敢提分手，怕提分手钱就要不回来了。这已经卡到你的分手自由了。也有那种已经分手了，但是仍然有债务，所以他得一直跟对方保持联系，怕断联的话他就跑了。你还要一直跟他，最近好吗？要不要吃个饭或者什么？他怕断联就没办法要钱了。
惨哦。前任之间只剩钱的联系，然后还得在那边装打招呼啊什么什么，怕说一断联之后没有理由跟他要。也有那种就是分手后，然后还欠他钱，然后可是对方也跟他说还没有钱，然后再等等他，没想到看到对方出国玩，哦，讨厌哦。气死！没有钱出国玩，你没钱还我，就是什么状况都有啦。所以我建议男女朋友之间还是不要有金钱的纠纷比较好，不然真的好烦哦。第3点，生日送女友包包被二手卖掉变现，这个感觉蛮常听到的，就是女友生日，男友送了精品包，结果女生竟然拿去卖掉了。男生知道之后就很生气啊，想说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你怎么可以拿去变现？女生说可我不常背啊，然后先把它卖掉，拿去换成我比较喜欢的款式不行吗？你都已经送给我了，为什么这样也要生气？怎么办？女生好像也有她的一番道理我就不常背，不喜欢，不适合，那我换成我比较喜欢的也不行吗？我觉得还在一起的话不要卖，或者是可以先跟他讨论一下有这个想法，哦然后看他反应。但如果分手了就把它卖掉。分手的话就毫不留情的卖掉，可前面可能可以斡旋一下，这样好。怎么办？所以礼物到底可不可以变现？女生看起来是很实用，就是我要换成我更喜欢的东西。可是我不会卖掉，因为那是人家的心意。是个礼物的话，我不会卖人家送的礼物。礼物的话都不会卖。好，我个人是觉得，当然礼物的话，因为有心意的成分在，所以可能还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卖掉比较好。那如果你真的一开始收到的时候，你就觉得不是很适合，也不是很喜欢，你要不要就直接跟他说你想要拿去换货？因为其实精品在7天内都可以换，所以你其实是可以拿去换成你更喜欢的，但是还是感谢他的心意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我觉得男生你要送精品或轻珠宝这种比较高价值的东西，除非你很确定女友超爱，就是他之前一直在看这一条手链了，他之前一直在看这一颗包了，整天在问代购这颗包多少了，你很确定这颗就是他要的，你再买给他当惊喜。你真的不要自己冲进专柜，然后自己买一个你认为好看的，因为有时候他看的根本就跟你看的类型完全不同，只是你知道是同一个牌子这样而已，这样会比较保险。因为据我的了解是，百货精品专柜的业绩在情人节或者是圣诞节的时候都会很好，可是接下来那一周就是他们的疯狂换货潮，可见大部分女生都不喜欢，都会拿回去换。对，所以你要不要干脆带她一起去挑，还比较开心。会不会比你拿出来惊喜来得好啊？因为有时候惊喜会变惊吓怎么这一颗都要买了，怎么买这一颗之类的，好浪费钱，还要说谢谢，这样好丑之类的，你不知道嘛？所以我觉得带女生一起去挑好像比较保险一点，然后也蛮甜蜜的啊。对啊，而且创造那一个时刻的氛围。逛街然后有人付钱，爽就是你觉得比拿出来更开心，因为拿出来真的很容易是不喜欢的。对啊，重点是如果你没拿去卖掉，然后你不常背，他还要一直说你怎么都没有背我送的包，尴尬然后你也不能说那个有够难配衣服的，所以我觉得男生真的还是可以一起去挑会比较好啦。第4个，男友说自己不小心把公款弄丢了，会被开除啦，要给厂商的货款30万，他整包弄不见，一时不够钱补，可不可以借他10万？然后他凑满30万就可以先还公司挡一下，不然他真的会被公司开除，他会没工作啦。怎么了？怎么了？突然陷入了怎么办？要先帮他挡一下吗？我不会我会觉得你要自己负责，你自己捅的包，自己负责。那这样如果以后他发生更大的事情，我也会觉得他要不要先去请他的父母看能救你要不要找你父母而不是找我，是不是？对啊，我觉得如果感情很好，然后女生的经济也还 OK， 不会说没办法负担的话，是不是其实蛮难拒绝的？因为如果男友会失业，然后他已经急到快哭出来，这样是不是会有一点难呢？这个对，因为他很紧急，他是今天现场就是不给货款要给厂商，然后他立刻打来说，我刚刚怎么，然后怎么办？我等一下要交货款，你可不可以现在转10万过来，帮我挡一下？那不然我真的会被公司开除啦！压力好大，对不对？是不是？你感觉到那个紧张度？我是那种被人家借钱，他不跟我讲原因，我以前小时候我也会直接借的那种。就讲原因也会借。我以前有一个男朋友，他一直在玩股票，然后呢，他一开始会跟我说他股票输了怎样，我都可以借他，然后我就说好，他后来讲都不讲，你可以再借我2-3万吗？我觉得问这个好像他压力会很大，你就不问细节，他开口就给他。对啊，但我后来我真的快疯了。这个就是同理心太强了，因为你会想到他很不好过。对，那我跟你讲，你借完他换你不好过。对啊，对，通常你一时心软，后面就完蛋，就是像刚刚前面那样，那要不要跟他要？这10万你要不要跟他要？那他一时也还不出来的时候，你们之间就有个心结在，然后接下来你们的约会、你们的相处，你整天看到他就一直在想着那10万、那10万。你看他买东西，你就很不爽。对，你看他脸就想10万，脸都是钱的样子。他买什么做什么，跟兄弟出去喝酒，你都觉得你有钱喝酒，怎么不先还我2000？所以感情就会变质。所以呢，为了感情好，真的不要碰钱的事情跟纠纷。你看他脸，你就很难不想让他欠款啊，对你们感情完全不是好事。所以扯到钱，对感情真的很难不受影响啊。那如果你很在意这段关系，想要长长久久，不要心中卡个心结在，然后搞得自己很难受，就不要有金钱之间的往来跟纠纷哦。那如果你对存钱理财有兴趣，推荐你这部会员影片非常好看哦。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